大家好，我是海岩。2015年，香港爆出了一件丑闻，定慧寺的女住持释智定，这么一个尼姑，先后和2个和尚结婚，白天诵经礼佛，晚上戴假发，开豪车，住千万豪宅。别的出家人腿上穿的是绑腿，她呢喜欢穿黑丝袜，人称黑丝袜师太。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位黑丝袜师太的故事。功德无量，南无阿弥陀佛。释智定1967年在吉林省出生，原名叫史爱文。1993年，26岁的史爱文来到了香港，认识了一个货车司机，中年大叔陈伟荣。陈伟荣呢，本来是有老婆的，认识史爱文之后，他果断和妻子离婚，然后呢，和这个史爱文结婚了。7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利用丈夫的香港身份，史爱文取得了香港身份证，改名为龙恩来。龙恩来结婚呢，就是为了留在香港。得到香港身份证之后呢，龙恩来就果断的和丈夫离婚了。离婚之后呢，龙恩来也没有什么文凭啊，靠打零工生活。正好附近有一座寺庙叫宝莲寺，宝莲寺是香港有名的寺庙啊。香港那边的宗教信仰的氛围要比内陆要浓郁得多。龙恩来呢，经常到这个寺庙参拜，他发现寺庙里的香客不断，很多香客给寺庙捐钱，少则几十上百，多则成千上万。寺庙里的出家人的生活非常稳定啊，香火是旺盛的时候呢，每个月还有几千元的收入。于是呢，他故意和这个宝莲寺的住持初慧法师搞好关系，经常到寺里干杂活，任劳任怨。2002年，龙恩来剃度成了尼姑，拜初慧法师为师，获赐法号释智定，成为了初慧法师的唯一女徒弟兼入室弟子。当时龙恩来35岁，初慧法师呢81岁。初慧法师是宝莲寺的第6任住持，德高望重。释智定呢就负责贴身照顾师父初慧法师的饮食起居，替初慧法师冲凉和按摩。靠着细心照顾师父，释智定迅速上位。很快呢，释智定就成为了定慧寺的住持和监院。定慧寺呢是宝莲寺下属的分寺。释智定当上了定慧寺的住持之后啊，就开始排除异己，先是诬告老尼姑挪用善款，将其踢出寺庙，然后再将寺庙的原董事局的这些成员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定慧寺从此呢就牢牢地掌握在了释智定的手里。定慧寺呢是1923年建立的，是一座拥有100年历史的老寺庙了。虽然比不上那些大寺庙，但是每年也有上百万的香火钱，维持寺庙的日常开销是绰绰有余的。但自从释智定掌权之后呢，经常对外哭穷，说寺庙经费紧张，寺庙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天花板打着补丁，地板断裂，连电费都交不起了，大雄宝殿的灯都不舍得开了。方先生，阿弥陀佛。定慧善寺因為日久失修，令到大雄寶殿爛月月，上邊塌方，希望十方善信鼎力支持，發菩提心，發慈悲心，將呢個道場維持好佢發揚光大，功德無量。南無阿彌陀佛。释智定在2015年7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曾经有开发商看中了定慧寺的地皮，开出了过亿的赔偿金，并且承诺免费将定慧寺迁移到其他的地方，但是呢，被他断然给拒绝了。释智定的这一波宣传呢，赢得了信徒们的支持，很多信徒就来到了定慧寺慷慨解囊，还有一些信徒在网上发起了捐款，筹得善款130万港币。其中一名虔诚的信徒叫翁静晶，是香港的名人。翁静晶是著名的演员、主持人和撰稿人。16岁的时候呢，他还和张国荣一起出演过《杨过和小龙女》。20岁的时候，嫁给了曾在香港邵氏电影担任过导演的刘家良。刘家良去世之后呢，翁静晶吃斋念佛，在此期间认识了定慧寺的释智定。释智定向温静晶哭穷，温静晶看着破烂不堪、年久失修的定慧寺啊，翁静晶除了自己捐款之外呢，而且还发动了香港上流社会的关系，一下子就筹得了善款670万港币。
施治定看中了温静京的影响力，邀请温静京成为了寺院的董事成员。随着善款的增加，奇怪的是定慧寺年年装修，但寺庙始终是破烂不堪。作为董事的翁静京就发现了这点之后呢，就非常奇怪，开始查账，发现自从施治定当上寺庙的住持之后呢，寺庙的总存款从670万一下子就掉到了70万，而支出的杂费就暴涨了120万。2014年到2015年一年的开支高达159万多，这么一个小小的寺庙竟然有这么大的开销。觉察出不对劲的翁静京决定找出善款的去向，于是呢，他雇佣了私家侦探展开了调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根据私家侦探的调查，虽然寺庙的表面破烂不堪，但寺庙中的施治定的房间内有大小9个柜子，有专门存放高档化妆品的杂物柜，房间里有单独的私人浴室，衣柜里呢全部都是普通人穿的衣服和裙子。另外呢，还有10几双大品牌的黑色真皮皮鞋。作为出家人，竟然还有好几个假发和吹风机。白天时呢，他是朴素庄严的寺庙的住持，晚上就会穿上裙子，戴上假发，开着豪车，在香港的各大酒吧里疯狂的狂欢。施治定还用寺庙的钱给自己买了储蓄型的保险。施治定之前卖惨说寺庙的大雄宝殿的灯都不舍得开了，但实际上呢，施治定的房间里的空调是24小时内开着的，因为他养了2只狗，大宝和小宝。他不在房间里的时候呢，空调是依然开着的，主要是为了给这2条狗享用。而且他养这2條狗的狗糧的開銷每個月就需要7000港幣。我發現你攞去用7000蚊去養隻狗，而隻狗點解要使7000蚊嘅原因就係因為隻狗係24小時開住冷氣。他房間的所有的家具都是酸枝製造的，酸枝呢是清代紅木家具的主要原料，非常的昂貴。最贵重的是他的双人床是用1级酸枝制成的，连同名牌的床褥，总价值高达9万港币。施治定还有自己专属的私人司机和印尼佣人，几乎每晚他都会乘坐由男司机驾驶的7人房车，从寺庙开往大埔比华利山别墅过夜。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这栋别墅豪宅是在他的徒弟王慧名下的。于2012年12月以3950万港币购买的，虽然用的是徒弟王慧的名字，但实际上出资人是施治定本人。中午闲暇的时候呢，他还会带徒弟王慧去5星级酒店喝下午茶，去商场购物。施治定使用的手机是当时最新款的 iPhone 6黄金款。施治定不但没有每天早晚诵经念佛，而且呢还经常外出吃饭。每次外出都是宝马、奔驰等名车出入。施治定每天吃的水果蔬菜也非常的讲究。苹果呢，他只吃日本进口的100元港币的1个的苹果，只吃40元港币2个的红薯，还有300港币的提子，80港币1个的桃子等等。施治定平时穿的僧袍比正常的僧袍要短很多。僧袍下面呢，也不是正常的僧袜或者是绑腿，而是性感的黑丝袜。据说这是施治定自创的，主要是为了方便换装出去玩。脚上穿的呢也不是布鞋，而是名牌的真皮皮鞋。更离谱的是，施治定花费了11000多元港币购买了2件名牌的性感塑身内衣，并且将支出纳入了寺庙的维修费当中。一个尼姑穿着那么昂贵的性感塑形内衣，穿给谁看的呢？那肯定不是给佛祖看的。施治定在做住持期间呢，先后与2位男性结婚。2006年，刚刚成为定慧寺住持的施治定就和比自己小16岁的内地商人刘建强结婚。刘建强早年在内地出家，和施治定结婚，在施治定的介绍之下呢，获宝莲寺赐予法号施治强，得到了香港永久居住权之后呢，2人火速离婚。2012年10月29日，已经45岁的施治定再次和38岁的内地教师高武国结婚。巧的是，当时的高武国在内陆也是一名出家人。
也是通过施之定的关系，高武国来到香港后，在宝莲寺继续出家，获法号施之光。施之定的这2位丈夫都是定慧寺的董事，特别是施之定和施之光这2个人配合默契，配合亲密。在翁景京后来派人拍的录像里面呢，施之定作为住持收取信徒们的捐款，而施之光负责做佛事做法事，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和尚吧。翁景京得知施之定有2位丈夫后呢，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当面质问施之定，而施之定非常沉稳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和这2位丈夫呢都是假结婚，目的是为寺庙引进内地的人才，还说自己是处女身出家之前都没有谈过恋爱，和这2个人结婚呢完全是为了弘扬佛法，牺牲自我。其实施之定除了这2位丈夫之外呢，还真的谈了一场恋爱，而且呢她亲手将自己的男朋友送进了监狱。施之定当尼姑的第2年，就在深圳交往了一个男朋友叫杨勇。杨勇当时呢是一名房屋中介，因为担心交往当中意外怀孕，施之定就在子宫里放了一个节育环。2个人同居了13个月之后，施之定提出分手，但是男友不肯轻易分手，他说要将2个人的关系曝光给记者，还要将2个人的情书和亲密照发给施之定的师父初慧法师。这个施之定毕竟是出家人，还是有所顾忌的。2个人经过协商之后呢，经过讨价还价，2人约定施之定要给男友杨勇10万元的封口费，到时呢杨勇再将情书和亲密照给施之定，并且约定了到茶馆去见面。但实际上呢，施之定已经将和杨勇的聊天记录交给了警方，并且声称杨勇勒索钱财。施之定带着现金来到了茶馆，当杨勇收了现金之后呢，警察就当场抓获了杨勇。最终法院认定证据确凿，认为杨勇敲诈勒索罪成立，被判了1年。之后杨勇就销声匿迹了，直到后来施之定丑闻被揭发之后呢，杨勇再次出现在了媒体面前，狠狠的又踩了施之定一脚。翁景京向相关部门举报施之定假结婚。2015年10月14日上午，香港入境处人员到定慧寺调查，拘捕了施之定现任丈夫施之光、徒弟施妙慧，也就是王慧，借他名义去买豪宅的那个，还有家里的一名印佣。为了不会因为假结婚被判刑，施之定呢马上改口说，我们不是假结婚，我和现任丈夫施之光是真爱。因为香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和尚和尼姑不能结婚香港警方呢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于是呢，除了印佣之外的其他3个人，施之定、施之光和施之慧3个人都被保释出来了。3个人被保释之后呢，就根本就没有收敛，佛事照做，钱照收，继续敛财。翁景京也没有放弃，继续寻找施之定的违法证据。直到2017年丑闻被爆出2年之后，施之定再次被捕，以挪用寺庙财产、逃税、协助他人非法逗留等罪名被起诉。经过复杂的法律程序之后呢，施之定被判了7年，所有财产充公归还寺庙。施之定也因为这件事被人们称作香港风流尼姑、黑丝袜师太。从施之定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每天穿着僧袍，披着袈裟，但他的心并没有在佛祖那里。他利用佛祖的名义大肆的敛财，最终人财两空，身败名裂，这也算是因果报应吧。